们现在正是接手宇泽的案件。Andrew 被停职接受调查，到货的宝石出外。为了他家人的安全，他暂时会住在一间公寓内。我们会分3组人，24小时保护他。凶手真的是张警官？现场有目击者认出车内的宇泽，从徐志荣身上找出的枪弹也已经证实是从宇泽的配枪发出的。目前所有证据显示，他的确是最大的嫌疑犯。上头已经决定向外界公布他为通缉犯。老大，你在案发现场有没有看到张警官在车上？当时我是从车子的后方冲去，所以没有办法看到车里人的脸孔。但我肯定车内有2个人，有2个凶手。当时这个神秘人戴着面罩，我完全看不到他的样子。假设张警官是凶手的话，那他的同谋又是谁？他也跟15年前的案件有关。可是当年牵扯这宗案件的5位警官，现在只剩下张警官跟 Andrew。这个神秘人会不会是他们的亲友？当年的案件可能有别人牵涉在内，看来有必要再审问 Andrew 一次。小妹、国光、德伟，你们跟我护送 Andrew 去公寓。你发什么呆？我还是不敢相信张警官竟然是凶手。很难想象，原来他以前都是戴着假面具的。真的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宇泽很熟悉我们的布置和行动，所以应对他时一定要加倍小心。在追捕行动当中，一定要提高戒备，不能有任何犹豫，明白吗？是。好，出发吧。德伟，昨天踢球的时候弄到的。以后小心点。一切正常。我们会安排人去保护你的家人，你不要太担心。整个事件里，除了你们5个人，还有谁牵涉在内？没有了。你为什么会这么问？案发当时，除了张宇泽，还有另外一个凶手。我们怀疑这个人知道你们的秘密。怎么可能？你确定其他人不会透露这件事给别人知道？但是我们曾经发过誓，绝不会把这个秘密说出去。柴德兴最反对你们私吞赃款，会不会是他说出去的？当我们决定把赃款藏起来时，所有人都脱不了关系，说出去对于他没有好处。为什么你们怀疑柴德兴把钱拿走？预测查出他曾经私自到藏匿赃款的地点，所以他最有可能拿走那笔钱。他会不会是要阻止你们犯罪，才把钱拿走的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早该去告发我们了。你不是说你们情同兄弟吗？如果他真的忍心告发你们的话，他也不用死吧？老财表面正义凛然，可能全都是装出来的。我看是你自己想要独吞赃款，才把每个人想得那么贪婪。你不觉得现在讨论这个没有意义吗？徐志荣在临死之前把15年前的事情告诉我了，他说的跟你有出入，你说我应该相信谁呢？到这个地步，我只想早点找到张宇哲，尽快解决这件事。
我就没有必要隐瞒什么了。信不信我，你们自己做决定吧。Andrew 故意引导我们相信才德性贪污，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他的目的是要为自己脱罪。我觉得徐志荣跟我说的版本才是真的，你觉得呢？这2个版本都有不尽不实的地方，也带有他们个人的观点，难免会有为自己辩护的目的存在。没错，所以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不相信 Andrew。那我觉得 Andrew 说的版本更加接近事实。为什么？Andrew 最关心的是怎么减轻当年的罪行，尽快破案，把宇泽找出来，对他才是有利的。所以他不会故意搞破坏。老大，你现在还信任张警官吗？我不会认为他是凶手，也不会排除对他的怀疑。虽然我也很不想相信张警官是这种人，不过这么多证据指向他，老大，如果张警官真的是凶手，你能够亲手逮捕他吗？不管谁犯法，我都会逮捕他。难道你不相信我做到吗？怎么样？找到吗？找到了。这么容易就找到？真的是他？哎呦，现在网络里有什么人是找不到的？我咯，把这些照片放在网上，让全世界人看到，很好玩没？哎呦，你不懂其中的乐趣的啦！现在很多人啊，都活在网络世界里。喏，这个女生叫张秀梅，她也叫张秀梅啊？那找到女生也叫张秀梅嘞？之前为什么说要找张美玲呢？真是给他们搞糊涂了，乱七八糟。你看，这个是她的 blog 啊。还有闲情写 blog，那根本都不像失踪人士吗？哎呀，那个张小姐又不是要找失踪人士，她只是要你帮个忙吗？那你知道怎么找到她吗？她好像要去参加一个交流会耶。什么交流会？是关于手语的，她好像是教手语的老师。什么时候？今天中午，就是3个小时之后。早说嘛！再见。对不起，老师，我忘了。谢谢老师的鼓励。Goodbye。喂。张小姐，我姓林，是帮忙寻找失踪人口自愿人士。你好，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啊？因为有人要找你啊，他跟你同样姓名、同乡、同岁数，你应该认识他吧？对不起，我想你找错人了。我没有找错人啊。张秀梅给我这张照片，这个人应该就是你啊。他人在哪里？我可以带你去见他。
是他很想见你啊。张小姐，你想干什么？张小姐，我说你不要见我！张小姐，你不是张秀梅，我才是，我是张秀梅。张小姐，你记得，你放手啊！放开我！张小姐，放开我！你不要抢我的一切，你抢走我的一切，把我一切还给我！还给我！张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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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先回去吧。怎么样？哇，你手臂没事吧？唉，没想到啊，我寻人中心第2个顾客竟然是神经病。谁叫你人品不好，物以类聚，自然会吸引奇怪的顾客。幸灾乐祸，小心报应啊！你连这2个女生的身份都搞不清楚，你是怎么寻人的？我怎么知道2个女人都说自己啊叫张秀梅，换作是你也不知道谁真谁假啊。哎，不然你帮我查一查他们的底来。可以，不过下次线人费就不用给了。这尖酸刻薄嘞，真的是白骨精啊！我是男人也不敢追你啊！你再说，下次的都扣啊。张小姐，我姓胡，是 CID。我刚才已经把事情告诉警察了。我知道，我想看一看你的身份证。原来你跟他真的是同名同姓。她的真实姓名叫张美玲。那他为什么说你才是张美玲？他自己叫张秀梅。我不知道。可以说一说美玲的背景吗？她在吉隆坡工作，是一个普通的文员。家里有哪些人啊？她的家乡好像是在柔佛州的巴图巴哈，家里只有一个母亲。那你们2个是怎么认识的？1年前，我们在泰国的一家旅馆认识，当时我们很投缘，就决定一起背包旅行。旅途中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？当时，他一直表示对我有意思。你是说他喜欢你啊？不过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，我只喜欢男生。之后我就找借口说我要先回家。不久我就到新加坡来工作了。那他的脸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？我不清楚啊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的脸并没有毁容。那刚才他为什么一直说你抢走他的一切，要你还回给他？我不知道。那你有没有他家乡的联络号码或者地址？我们需要联络他家人。没有。那为了找你，一个人跑来这里，你算是痴情了。现在搞到发神经，哎，可怜啊！如果我有什么可以帮得上忙的，我一定尽量帮他。对不起啊，这个手巾我洗了之后再还给你。不用了，我带回家自己洗行了。那好吧，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。他说的话有多少成可以相信啊？你觉得他有必要说谎吗？不懂哎，总觉得有点古怪。我会帮你查一查他背景，不过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需要你帮忙。要我帮忙了没？线人费还扣不扣？是关宇泽的事，我需要你帮我找一辆车。
士小姐，我几时可以出院了？你的背还痛吗？不会了，不会像昨天这么痛了。等医生来帮你检查，如果没有事的话，你就可以出院了。对了，刘大庆先生他情况怎么样？我不清楚哎。护士小姐，刘大庆先生在几号房啊？我帮你查一下。13。做梦不跟我们商量一下，没事跑去动手术，很好玩啊。捐骨髓而已嘛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你看我现在都没事。做这种手术啊，也有生命危险的。万一你发生什么事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哎呀，你看我现在还不是活蹦乱跳，你不要这么紧张啦。做梦不通这一生，你怕我们反对你捐骨髓啊？我不是说，是不要解释嘛。尤其这种手术啊，一定是说我是为了6000万才会捐骨髓的。骨髓是你的，你要捐要送，谁管你这么多？我是生气你不把我们当一家人。好啦好啦，对不起啦，我以后动手术一定会通知你啦。什么还有以后？你很喜欢动手术没？这刘大庆啊，不知道在搞什么鬼，干嘛一动完手术就转去另外一家医院？我是13，我找刘先生。不在家。他几时回来？不知道。为什么每次问你都是不知道啊？喂，喂，喂！可能有人从医院回来，就可以问出换去哪家医院了。大宝姐，他是不是故意避开我？不要胡思乱想啦，等下他回来，就可以问个清楚了。再等一会儿吧。怎么了？吃饭了？吃饭了，来来。放心，我没事。捐骨髓而已嘛，我有很多，这一点算什么？对呀，这么想就没错啦。年轻人喝一点猪骨汤就会补回来的啊！来来吃。这2天啊，没有你这个饭桶在家，我们都吃剩很多菜。当然了，谁知道我重要了吧？13少，我都说你没有做少爷的命喽，你以为6000万的毛赚啊？哎呦，这个如意算盘打错了啦。做么？你们以为不说他就没事了没？啊你！哎呦，你面对现实吧。现在还可以去问那个刘大清讨回捐骨髓的钱，几千块还是有的。不过如果你想做刘家13少，那是不可能了。你们慢慢吃吧。13，都是你臭嘴，吃了大便讲话。阿公，吃饭不要说大便。以后啊，你少跟他在一起啊，要不然呢，你变得跟他一样，一点都不可爱啊。13愿意捐骨髓给刘大清，不是因为6000万，是因为啊，他在尽个当儿子的责任。只可惜啊，他一番孝心却白费了。阿妮啊，以后不准你说他贪钱了。是哦。就是
这家车厂的，你让我查车子，可能会被送来这里。喂，我认识里面一个员工，让我问他，不要露出身份啊。喂，阿静。哎，大豹，这么有空啊？来，吃吧吃吧。谢了，找我什么事啊？啊，表妹啦，我问你啊，有没有看到一辆日本车1500cc 的 SBC 9003B？哇，大豹，消息这么准，怎么知道我收到这辆车啊？不然你以为大巴是白混的？车嘞？早就杀喽！哇，手掌那么快啊！车子被撞入河里 ，engine 都坏了，不杀还等什么？谁送来的？有人打电话叫我去拿的啊。是谁打电话给你的？不知道，是个男的，他没说是谁。他是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的？前天晚上，我本来还以为他在耍我，原来是真的。你在什么地方拿到车的？当时宇泽和另一名凶手在这里发生意外，他们被逼在这里弃车。这里这么偏僻，他们来这里干嘛？他们的隐藏之处可能在这里附近。我们分3组人进行搜索，大家随时保持联络。出发。是。发现，老郑，走。德伟，你在哪里？所有人在这里集合。是。老大，看着他。那个。上一个，站住！德伟，德伟，德伟！德伟！张宇泽呢？他逃走了。我跟张和泰格是分开行事，所以没有看到张宇哲攻击他们。之后我到了外面，才看到张宇哲想要逃跑。我向前追拿他的时候，他就对我开了1枪。我换了他2枪，就继续追拿他，可是还是给他逃跑了。原来张警官就躲在这里，按照进行谋杀那些人的计划。你还叫他张警官？他现在是通缉犯。这不像是宇泽的作风。我也这样觉得。你们还不相信他是凶手？他刚才是对我开枪了。宇泽要杀他们，根本不需要查他们的行踪。还有，把照片贴在这里有什么作用？那都故意要让我们知道他是凶手。他有这样笨吗？老大，宋和泰格怎么样了？我已经送他们去医院做身体检查了。他是怎么被攻击的？他们是被人从后面袭击，所以不能确认是不是张宇哲做的。一定有第2个凶手，可能他比张宇哲更早逃走，所以我才没有看到他。宇泽和另外一个凶手在这里住过一段日子。
大家仔细查查看有什么线索，尽快查出神秘人的身份。是。柴德兴有些什么亲人？老柴有个太太，还有个儿子。他太太离婚后，孩子就跟他一起生活。他出了事过后，这个儿子去了哪里？听说是老柴的表哥收养了他。老柴死后不久，他们就离开了新加坡，过后就音信全无。你怎么突然问起老柴的家人呢？哎，老大，怎么那么早？火光小妹呢？他们来了，在楼上。我刚问Andrew一些事。什么事啊？原来柴德兴有个儿子，他叫柴智勇，不过他已经离开新加坡了。为什么要找柴德兴的儿子啊？当年的赃款不可能不翼而飞，柴德兴是最有可能把钱藏起来的人。我猜那笔钱落在他儿子的手里。你怀疑柴德兴私吞赃款？有可能，不过他也有可能把钱藏起来，阻止宇哲他们贪污。我猜宇哲会去找柴智勇，追问赃款的下落。这么说，柴总现在的处境非常的危险。你查到他现在在哪里了吗？还没，我会尽快查出他的下落。我们一定要比宇哲先一步找到柴智勇。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我应付得来。可是万一遇上张宇哲，你一个人是很危险的。等找到人再说。你不用怕的，我们啊一定帮你讨回一个公道。超哥，等一下最好不要这样冲动啊，有话好好说啊。那个家伙狼心狗肺，我还跟他客气什么？哼！哎，有人来了。你们干什么？刘大清是不是已经在家了？他不会见你们的。哎呀，你滚开啊！哎，你们不可以进去啊！不可以！滚开的！刘大清，你在哪里？刘大清，你果然在这里啊！你竟然闹失踪，最好把话说清楚。好，那我就把话说清楚。你们真的以为我想乐回这个儿子吗？你说我是你最好的儿子，你说妈是最善良的人，都是假的，都是狗屁！我没逼你啊，是你心甘情愿把骨髓捐给我的。要我的骨髓，你可以说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骗你，是你自己想得到我6000万的财产。你太过分了，你根本不配当他爸爸。你们如果再不走的话，我马上就报警。你爸，你以为我们怕你？不要跑！你不要跑！放开！我要把我的骨髓挖出来！放开我！不要乱来！你要多少钱，我都可以给你的。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这条狗命！别！十三，你还年轻啊，杀了他你要坐牢，一点都不值得。让我帮你把他杀了，最多我红长官回去再见老朋友。超哥，你发什么神经了？把他放下来了！这位大哥，求求你放过我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13，你这样放了可放过我，放过我啊！太迟了，洪教授，算了，放了他。你真的就这样放过他？为了这种人害你坐牢，我会更难过的。13从小就没有爸爸，他心里一直希望有个爸爸可以好好疼他。这段日子，你让他感受到父爱，他是多么的开心。但是现在却被你一手给破灭掉，你知道他心里有多痛吗？他会捐骨髓给你，
是因为他心里已经认为你这个爸爸，他是真心想要救你的。刘大清，你刚刚才失去一个孝顺的好儿子，这是6000万也买不到的，真是可怜你。带着你的6000万进棺材吧！呸！妈，大宝姐，我头脑简单，胆小怕事，书又读不多，我这种没有用的垃圾，你为什么要收留我？你的确是有点傻，不过却傻得可爱啊。以前你在筹你妈妈的医药费的时候，连自己的手指都给砍下来。像你这种快要绝种的傻瓜，当然要好好保护啦。你叫我怎么舍得让人把你给带走？大宝姐，我这次真的变成孤儿了。什么孤儿？你还有我们一家人呢。是喽，我都还没有死，你当什么孤儿？哎呀，一个大男人整天哭哭啼啼的，真受不了了。我有哭没？你不要乱讲话。是上哥给你的。我已经忍了很久了，都是你这个小不点害我哭。切，你不是还没有忍住？啊，不要再哭了，好啦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要振作啊，要振作啊！没事。不哭了。阿比说你羞羞啊。做个大男人 ，OK。张秀梅，27岁，3年前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。过后，她到新山区工作，是一名舞蹈员。半年前，她再度回来新加坡，成为教导手语的老师。那另一个张美玲呢？我查不到她资料，她好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人。不会吧？她的家乡在新山的巴杜巴哈，那里不是还有个母亲吗？我托了大马的警察朋友帮我找，那边根本没有这样子。我猜张美玲是个虚构的身份。也就是说，那个张秀梅骗我们呢？未必，可能是张美玲把假身份告诉张秀梅，她才把错误的资料告诉我。
谢。什么鬼东西？他会借你钱？我做他的生意不就有了？我做鸭的，还会做什么生意？嗨，我注意你很久了，原来真的是你啊！对不起啊，我不认识你。你不认得我了？我是 Thomas Kong， 小虫啊。这是你教我的手语，有印象了吧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认识你。这个就是 Thomas Scott 了，他在那间夜店呢，已经做了2年了。我妈有没有在那边出现过？我问过了，没有人看过你妈。我看他应该没有去叫鸭啦。不过 Thomas 有跟他的同事说过，他会赚到一笔横财，很快就会发达了，应该就是指勒索你妈这件事吧？做梦，担心你妈真的有去啊？如果你发现你母亲做这种事，你也会觉得很不舒服的。哎，那如果你自己去叫鸭嘞？哎，如果你想知道啊，他为什么勒索你母亲的话，你今晚就非得去叫鸭不可了。Thomas， 有人指命要找你。我不是很舒服啊，好像有点发烧。难得有人特地找你，去做工吧。啊？嗨，我是 Thomas。怎么了？你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你就是胡广明的女儿。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胡广明的女儿？说。我当然认识她。是的。他什么？你怎么了？你是怎么认识我爸的？Thomas， 你怎么了 ？Thomas， 你怎么了 ？Thomas， 你怎么知道我是胡广明的女儿？我当然认识她。你是怎么认识我爸的 ？Thomas， 你怎么了？怎么样？他生前被注射过麻醉药，对麻醉药产生不良反应，结果患上恶性发烧症。当你见到他时，他支气管痉挛，出现呼吸困难，休克致死了。是怎么样的麻醉药？一般在外面买到吗？应该不太可能，这种药是医院专用的。他没有去医院，怎么会被注射麻醉药？不知道。哎，不过很难想象啊，你也会去光顾鸭店？当然是为了公事嘛。这样很好啊，能为公事光顾鸭店，我羡慕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知道有一间挺不错的，下次带你去。不要开玩笑了。怎么啦？这不是第一次有人在你面前死掉，需要这样困扰吗？妈 ，Thomas Scott 死了。我
我昨天晚上去见他的时候，他突然暴毙，死因是药物过敏。怎么会这样的？我见他的时候，你就是胡广明的女儿。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胡广明的女儿？说。我当然认识他。是的。为什么他认识爸？他跟爸有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。为什么他一提到爸就充满仇恨？是不是爸对他做了什么？我不知道你爸的事，到现在你还要隐瞒？我没有什么好隐瞒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好，从 Thomas Scott 的手机里查出，他临死前2个钟头曾经和你通过电话。怎么可能？你们通过电话后有没有见过面？我们没有通过电话，也没有见过面。他是不是想在勒索你？为什么？你到底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？是不是关于爸的事？你这是在审问我吗？你竟然怀疑我杀了 Thomas Scott？ 你已经涉嫌这宗命案，再不说出真相的话，我怎么帮你洗脱嫌疑啊？如果你认为我有杀人的嫌疑，现在可以逮捕我，否则不要在家里审问我。如果你肯合作的话，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把事情带回警局。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出真相。你在 Thomas Scott 的手机里根本找不到我的电话号码。为了从我口中套出你爸的事，你假意说我有嫌疑，对吗？手段都用到我身上来了，你还当我是你母亲吗？我是不想你为了保护爸惹祸上身。你告诉我好不好？他和爸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妈。